嘉禾19年，燕国30万大军入侵武朝北境，年仅20的镇国大将军之女宁若微率20万兵马北上御敌。宁若微在巨龙岭大败燕军，坑杀敌军20余万，燕将屈镇南自尽。此战过后，人图宁若微之名响彻全国。宁若微，荒唐！堂堂武朝皇子竟然出入风月场所，你将我皇家颜面置于何地？朕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逆子？父皇息怒，儿臣只是……陛下息怒。秦泽年纪尚轻，只是误信身旁之人的蛊惑，才不小心进了那地方。相信秦泽已经认识到了错误。父皇，儿臣知道错了，儿臣再也不敢了。虽然你是受了身边之人的蛊惑，但身为武朝皇子出入风月场所，还是有失我皇家颜面，罚你禁足半年，可有意见？不敢，儿臣领罚。退下吧，不要再让朕烦心。诺，儿臣告退。朕跟他一样大的时候，早就披坚执业上战场建功立业了，到他就只会贪玩享乐。朕怎么会生出这么个不思进取的东西？陛下，您乃真龙天子，纵使是殿下们也还是难以比拟的。秦泽虽然爱玩了些，但是对陛下您的孝心可是一点都不少。老奴只是觉得秦泽也长大了，到了娶妻生子。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传旨。诺，今北境战事已定，宁若务保北境平安，立下不世战功，故赐婚于秦泽。秦泽？诺。怎么？难不成秦泽没有资格娶宁若玉？既然要给宁若微赐婚，秦泽去登仙阁的事情一定不能传出去。那几个陪着秦泽一起去登仙阁的奴才知道该怎么处理吧？老奴知道。北境那边有消息传回来了吗？巨龙岭一战后，燕国元气大伤，短时间内没有举兵南干的可能。燕王派来的求和使臣宁虎将军在来京城的路上，侧听闻了朝中的一些传言，对秦岭与秦军想要求娶宁若微的事情有些不满。不过目前北境驻军暂无变动，无异动。那就让宁若微即日启程返回京城，朕要好好的嘉奖他。是陛下。宁虎、宁若微，按照武朝的规矩，成年皇子不可居住于皇宫之内。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上将军宁若愚平定北境战事，立下不世战功，故此赐婚于秦泽，钦此。殿下，您可算是因祸得福了，老奴在这里提前向殿下您道声喜了。看来这道喜宴没那么简单。夺嫡争得不可开交的几位皇子也都对宁若微很有兴趣，闹得最凶的是秦林和秦军。显然太子和三皇子都想把宁若微收入麾下，增加夺嫡筹码。如今武帝突然把宁若微这个煞星赐给自己这个只会贪玩戏乐的纨绔皇子，秦泽很是不解。没错，与这些土生土长的人不同，秦泽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秦泽穿越到这个无权无势母妃早逝的皇子身上，别说参与夺嫡，就连保住性命都很困难。也正是为了维持众人眼中玩物皇子的身份，秦泽才会光明正大出入京城最大歌舞。秦林到。大哥秦林，他为何突然登门？多半是为赐婚而来。你知道本宫来找你所谓何事吗？臣不知为何。本宫向父皇请求迎娶宁若愚，满朝皆知。你还让父皇下旨将宁若愚赐给你，这是公然要与本宫作对。父皇下旨赐婚，并不是我求来的，我也是刚刚才得知的。如果殿下不信，可以问一问黄三儿。我在养心殿时，黄三儿也一直陪在父皇身边。他，哼，一个奴才罢了，说的话也值得相信。既然不是你求父皇赐的婚，那好，你现在就随我进宫说明，说你并不想娶宁若微，请求父皇收回成命。收回旨意，根本不可能。赐婚之事我的确不知，但父皇既然下了旨，想必绝不会轻易更改决定。若殿下能让父皇收回旨意，我一定遵守。我被父皇惩罚禁足府中半年，进宫请求父皇解除婚约，恕我无能为力。看来本宫是太久没有收拾你，让你忘记了要怎么做一个司事敬长的好弟弟了。本来是不小心路过秦泽这儿，没想到居然能遇到太子教育七弟。如果我把这件事禀告给父皇，告诉父皇太子爱护手足，百忙之中还不忘抽空教育七弟，相信父皇一定会大为赞赏。你来这里干什么？我碰巧路过这里，只不过我来的似乎不是时候，要是再来晚一些，应该就不会打扰到您了。哼，你的瑞亲王府跟这里隔着4、5条街，谁信你是碰巧路过这里？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宁若薇之事来的，但我告诉你，宁若乌一定会与我成婚，你们谁也阻拦不住。听说父皇将宁若薇许配给了你，三哥在这里提前恭贺一声。等你与宁若薇成婚之时，三哥一定给你送上一份大大的贺礼。我还有一事，想请公公您帮个忙。这京城终究不是个安稳的地方，再留在这里，怕是真性命难保了。小盒子，你在哪儿？快点准备准备，陪我出门。殿下，您今天又要去哪儿？登仙阁。老板娘，这紫嫣到底什么时候出来？你就别再吊我们入口了。是啊，我们在这都等了半个时辰了。紫嫣，各位别着急，紫嫣你们今天肯定能见着，但能不能得到紫嫣青睐，那就得看各位的本事了。怎么回事？搞什么呢？承蒙大家抬爱，今日为慕容清雪而来。慕容清雪无以为报，只能为诸位献舞一曲。不愧是登仙阁的花魁，的确配得上绝世美女的名号。我出500两，让紫嫣再来一曲。500两，我出2000两，我出5000两。诸位，大家都知道紫嫣在我登仙阁是头牌，而且在登仙阁3年只卖艺。不过今天是我们紫嫣择婿的日子，只要能通过3关，就能将紫嫣迎回府中。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要跪啊，徐娇！你就别卖关子了。诸位别着急，这第1关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紫嫣可是我们登霄阁的宝贝，近5万两银子，每次加价最低1000两，直到无人加价便可成功获得第2关的名额。几十辈子挣不到，我出5万。谁都别跟我争！我出51000两，我出53000两，我出55500两，7万两，7万59000两，我出9万两。周子红出价9万两第1次，周子红出价9万两第2次，周子红出价9万两第3。我出10万两。啊！我乃当朝宰相之子周子红，你他算什么东西？居然敢跟本少爷我争！若还想保全体面，现在立刻给我离开这里！他竟争要被周家少爷收入府中啊！这年轻人招惹谁不好？怎么惹到了周家少爷？这次是惹上麻烦喽！宰相之子，很了不起吗？啊！是皇子！臣见过皇子。这一刻，全场的目光都汇聚于他，被桂营的中心地位确立。现在还要让我离开这里吗？不敢。按照5朝律例，3品以下官员见皇室不跪者，可视为大不敬。周少爷难不成是想让周家背上大不敬的罪名？秦泽话音落地，登仙阁内的温度像是瞬间降到了冰点。在5朝，犯大不敬罪者可严惩不贷。见秦泽面无表情地望着自己，周子涵虽怒意冲天，但却还是在众人的注视下朝着秦泽跪倒行礼。臣不敢。不知皇子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殿下您恕罪。无妨。殿下，紫嫣请您上楼一见。你见到我不紧张？殿下不是妖怪又不会吃人，我为何要紧张？我虽然不是妖怪，但会不会吃人可说不准哦。尤其是你这样漂亮的令人难以一目的女子。
我今日是位已经立下了闯三关的规矩，为表诚意，我也会按照紫妍的规矩来。若是我无法通过紫妍的考验，我也不会怪罪任何人，请大家放心。秦泽便在众人的注视下坐回了他的位置。听到秦泽开口，徐娇悬着的心缓缓放下。我宣布，第一个名额由秦泽成功拍得。随着徐娇的高声宣布，秦泽以10万两的代价成为第一位进入第2轮比试之人。秦泽拍得第1个名额后，剩下9个名额的竞拍也依次进行。不得不说，作为登仙阁的花魁，紫嫣的魅力极大。除了秦泽花费10万两拍下第1个名额下，剩下的名额也大多在10万两左右。其中最后1个名额更是拍出就通过第1关高达15万的恐怖天价。看着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饶是见惯了大世面的秦泽也忍不住咂了咂嘴。要不是考虑到京城对他来说并非是个安全之地，秦泽甚至恨不得自己亲自下场来开歌舞坊。以秦泽21世纪将做成的连胜品牌之开遍整个五朝也不是什么难事。当然，秦泽也只是想想而已，毕竟他很快到让人醉生梦死的地方。各位，通过第1轮比试进入第2轮考验的10位贵宾已经出现。徐娘，你就别卖关子了，这第2关到底是什么？我还等着迎紫音入府呢。陈老板别着急，我这就宣布第2轮的考核内容。众所周知，紫嫣不仅貌美，琴棋书画更是样样精通。第2关考诸位对音律的造诣，任取一件乐器弹奏，评分最高的5人晋级最后1轮。听到考音律，陈汉当场变了脸。徐娘，你这能不能换一个考法？考算术我都可以。陈老板，考核内容都是穆明雪亲自决定的，我们也无权更改。陈汉抱着死马当活马治的心思挑了长箫。明白自己已无机会，陈汉又窘又恼，转身离场。有了陈汉的前车之鉴，几个不通音律的人索性弃权，宁可认赔10万两，也不愿当众出丑再被淘汰。在下虽然对音律了解不多，但也学过1、2，献丑了。虽比不上音律大家，但与陈汉相比，已如天籁。赵安刚退下，西域客商便走上了舞台。与赵安的箫声相比，这首异域舞曲风格迥异，却别有特色。这异域之音根本就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还是我让你们听听，什么才是真正的天籁之音。这是愚公赋的高山流水，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听到秦圣谱写的曲子。不错，这就是愚公赋的高山流水，虽未到愚公赋水准，却也有了1半功力，极为难得。本来以你们的身份是没资格听我演奏家师的高山流水的，不过今天还是让你们沾了紫嫣的光，能听到这曲子是你们天大的福分。殿下，您是选择放弃，还是准备上台演奏一曲呢？不巧，我对音律也略懂一些。众人看着秦泽手里的乐器，满心疑惑：这是什么乐器？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难道是什么西域乐器？这秦泽就算明知比不过，也用不着拿这种玩意儿侮辱高山流水吧？殿下，您这2根弦的古怪玩意儿也能演奏？没有理会周子红的嘲讽，秦泽轻轻拿起手中的2胡。接下来，我为慕容清雪演奏一曲《2泉映月》。你听说过什么2泉映月吗？什么2泉映月，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别说什么荒唐2泉映月了，我看秦泽那玩意儿能不能想都是问题。听到周子红的话，周围之人皆幸福般的点了点头，毕竟前者可是当朝宰相之子。曲先生，您见过秦泽手中的乐器吗？哦，是不识。小月，这首曲子是谁弹奏的？回小姐，是秦泽。
都说五朝诸位皇子中，就秦泽最为没用，是个纨绔王爷。现在看来，这传说好像也不一定是对的。这秦泽似乎在隐藏着什么。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只此一曲，秦泽就足以成为天下曲艺宗师。五朝以武立国，读书人稀少，因此文人雅士在五朝的地位极高。从今天开始，哪怕是秦泽没有了五朝皇子的身份，光凭一曲二泉映月，秦泽都会受到天下读书人的追捧。秦泽阅虑大家之名已成，我这一曲可还听得？第二轮的比试真是精彩绝伦，相信这最后一轮由紫嫣出题的比试将会更加精彩。现在请看紫嫣出最后一道考题。写诗啊！第三轮是诗。刚才殿下的演奏还在我的耳边回响。既然殿下通晓音律，想必对诗词也有研究，要不就请殿下给我们先打个样。正好我对诗词也略懂一些，那就让我先来吧。现场作诗，读书人都未必做得到。你觉得秦泽能写出什么绝世佳句来吗？哼，能写出一两句就不错了。听说什么？听说秦泽最不用功，去年中秋晚宴还因不识字闹笑话，被陛下责罚。那曲子说不定是从卖艺女那里听来的。怪不得，我就说五朝哪来音律大家。秦泽，这炷香已经过了一半，您若是一时想不出来，不如弃权放弃吧。毕竟以您秦泽的身份，就算弃权，也没有人敢笑话您的。周家仗着太子一党，连周子恒都敢如此放肆。慕容清雪，您说秦泽真的能在一炷香内作诗一首吗？能弹出那种直击灵魂的曲子，怎么可能真是纨绔王爷？这个周子弘怕是要倒霉了。我若是能在7步之内作诗一首，你当如何？7步成诗？难不成你想效仿北燕诗圣范文成9步成诗？怎么，你不敢赌？赌！若我7步成诗，你就当众认输赔礼。那秦泽你输了呢？我输了也一样，如何？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赌约已定，那就请秦泽请吧。只要秦泽当众认输赔礼，就再无机会迎娶宁若薇。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痛音不响。3月的春雷不接，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闭。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秦泽落笔的瞬间，偌大的登仙阁再次鸦雀无声。原来那时秦泽说略懂诗词，我心机并非错觉。只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反悔的机会了。我这首诗可还入得了眼？想不到秦泽竟如此深藏不露，我真是看走眼了。不是秦泽中了我的激将计，是我中了秦泽的计中计。周兄且慢，我先前不过是与周兄开个玩笑罢了，周兄怎可当真？令尊可是我朝宰相，你若当众认输赔礼，岂不是让令尊脸上蒙羞？殿下真打算不让我？我都说了，方才不过是玩笑，戏言而已，何必当真？今日见识了殿下的风采，我周子弘输得心服口服。有殿下这首诗在，我等也就不用班门弄斧了。周子航还真以为我是心胸宽广，连放过周子航都是计划的一环。有秦泽的诗镇场，又有周子弘识趣退出，写出那等绝美诗句，秦泽凭真才实学，成了连过3关的第1人。徐娘，你刚才没有当众宣布我获胜，怕的是我这身衣服吧？殿下，您贵为龙子，殿下还是殿下，紫嫣还是紫嫣。我知道我身份敏感，不会给徐娘添麻烦。殿下，您说的是真的？自然当真。殿下，您请留步，紫英小姐请您上楼一见。慕容清雪，清雪见过齐殿下。怪不得能让京城里这么多男人朝思暮想，今日一见真容，真是名不虚传。虽然清雪已经在登仙阁里待了3年，但殿下您是唯一一个见过我真容的。本来是想让徐娘转告你一声，既然我上来了，那我就亲口告诉你吧。我今天来登仙阁，其实并不是为了你来的，所以先前我说的通过3关就要娶你的事情，也只是个玩笑。玩笑？怎么？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看着慕容清雪的表情，秦泽隐隐感觉她似乎并不满意。有，虽然殿下说了今晚来登仙阁并非是为了我，但殿下你却在3轮考验中毫无争议地夺下了第一。按照登仙阁的规定，夺得第一之人便是我要嫁的如意郎君。现在殿下说不愿娶我，岂不是要让我成为言而无信之人？我慕容清雪虽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但也懂得信为以色怜色世人之举。若是殿下执意如此，那我也只能以死自证清白。等等等等，慕容清雪，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不愿娶你并不是嫌弃你，而是我自己的原因。什么原因？我虽是当朝皇子，但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逍遥快活。我父皇年纪渐大，继承人之位的争夺将会愈发的激烈，我能否在这漩涡之中活下来尚且不知，你又何必跟我一起趟这浑水呢？可是我已经立下誓言，闯过3轮考验者就是我慕容清雪要嫁的人。现在殿下你只有2个选择，一是让我跟在你身边，2就是看着我死在你面前。跟着我这么个前途不明的皇子，注定是一件辛苦的事。你习惯了京城的锦衣玉食，而我说不定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俗语有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殿下能连过3关，那就是清雪命中注定的如意郎君。就算清雪身份卑微，配不上殿下您，只要让清雪在殿下身边，清雪就心满意足了。跟在我身边，随时都会有性命不保的危险，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好，既然你主意已定，我也不再劝你什么。如果我明日之后还能活着，到时候我带你一起离开这里。我等着。殿下，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您。什么问题？那首诗有名字吗？诗？哦，就叫错误吧。错误。公主，你真的要选择他？秦泽在朝中无权无势，根本不是太子与3皇子的对手。你们都被他骗了，他才是这些皇子中最恐怖的那一个，不过却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公主，你不会是真的看上秦泽了吧？你这丫头，是不是我太久没收拾你了？你皮痒了？好奇这秦泽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公主这么相信他？相信我，他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我的直觉不会错。你这逆子，去登仙阁拈花惹草也就算了，居然还招惹上了秦泽，你是要把我的老脸全丢忘是吗？爹，您这么生气干什么？我虽然输了跟秦泽的赌约，但他又没有真的让我跪地认输赔礼，怎么就丢了您的脸了？我聪明绝顶，怎么就生了你这只蠢猪？今晚登仙阁那么热闹，你猜你跟秦泽打赌之事会不会传得满城皆知？满城皆知你输了赌约，要当众认输赔礼，你跪与不跪还有什么区别吗？我宰相府的面子不一样被你给丢光了。若是你真的按照赌约去做也就罢了，虽然丢了脸，但至少还能落得个言出必行的君子名声。现在你赌约输了，脸丢了，还落了个言而无信的骂名。他秦泽不仅在登仙阁大出风头，还因为放过了你，赢得了心胸宽广的美誉。就你这样的蠢货，被人家算计得死死的，居然还有脸跟我说没丢我的脸。听完父亲的分析，周子红恍然大悟。我操！这孙子居然阴我！子红贤弟虽然犯了些小错，但其实罪不在他，而是在我那七弟身上。不过要不是子红贤弟的话，秦泽夜供登仙阁之事也不会闹得满城皆知。本来还愁着该怎么让父皇收回成命，取消将宁若薇嫁给秦泽的旨意，现在秦泽闹了这么一出，事情就好解决多了。太子英明，明日上朝我就让先手将昨晚秦泽解除秦泽与宁若薇的婚约。秦泽虽然不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不过从他今晚在登仙阁的表现来看，这家伙好像也不是只会贪玩喜乐。殿下，您的意思是再找几个人把秦泽流连风月场所之事参上一本？对了，他不是今天才被惩罚禁足半年吗？把这个一并记上。臣知道了。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相国大人休息了。明日我等着相国大人的好消息。我送一送殿下。不用了，人多眼杂，接下来的事就看相国大人的了。No。臣刘义军有事呈奏。说吧。启奏陛下，昨夜京城内风月场所登仙阁花魁择婿，秦泽不仅夜逛登仙阁，而且还通过了登仙阁设下的3关考验，要迎娶登仙阁的花魁。此事有伤皇家颜面，且已在京城内闹得沸沸扬扬，还请陛下严惩秦泽。陛下，刘御史所言不错，秦泽此举有失国体，还望陛下严惩教导。臣附议。这件事你怎么看？启禀父皇，儿臣以为七弟此举实在太过狂放悖逆，出入风月场所，有失皇家颜面。儿臣认为应当革除七弟秦泽的爵位。你认为秦泽应该如何处置？父皇，昨夜登仙阁，七弟齐泽先是弹奏了一曲2泉映月，令众人叹服，更是7步成诗，其才华远胜北燕文圣。那首诗呢？拿来给朕看看。
这诗是秦泽能写出来的？这首诗竟真出自秦泽之手。初闻此事时，我也是这般神情。回禀陛下，这首诗的确是出自七弟之手。三殿下说的有理，秦泽年轻风流也不是大错。况且七步成诗，为我五朝文坛添了一大佳话。还请陛下对秦泽从轻发落。父皇，七弟虽有七步成诗之才，但贵为皇子，出入风月场所终究不该。更何况秦泽昨日才被父皇惩罚禁足郡王府，这等悖逆之举，万不可开了先河。此事朕已经知晓了，先派人把秦泽府围了。至于如何处置，稍后再议。秦林与秦军都明白，秦泽给武帝出了道难题。不罚不行，罚重也不行。若再将宁若薇嫁给秦泽，也说不过去。一晃3天过去，整整3天，除了第1日被圈禁，竟再无人来此。这武帝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陛下有令，任何人不得出入郡王府。让开！黑甲军，镇国侯府宁家，让他进来吧。可是陛下有旨，你拦得住他吗？陛下若怪罪下来，由我承担。这就是宁若薇，不是传闻中的粗豪女将，反而比想象中更俊、更飒。怎么，见了我，你很惊讶？没想到你居然会这么漂亮。果然是个登徒子。我实话实说，怎么就是登徒子了？你算了，我来是告诉你，我宁若薇要嫁之人，一定是个盖世英雄，就算是陛下赐婚，我也不会同意，我不可能嫁给你。这些家伙，我不是已经说了怎么处理秦泽，稍后再议，怎么一个个的天天上奏？朕还没死呢。陛下息怒，这些人一部分是想维护陛下您的权威，另一部分是想为我五朝文坛发展着想，并没有逼迫陛下您做选择呢。就你最聪明。那依你看，朕应该如何处置秦泽才最合适？奴才大字不识几个，国家大事不敢胡言。朕让你说你就说。秦泽违背陛下禁足的命令，夜逛登仙阁，实在是有损陛下您的威严。但秦泽呢，也在登仙中为成道的谈论中，秦泽诗才艳艳，大有成为我五朝文坛巨匠的潜质。那你的意思跟老三一样，不应严惩秦泽了？不敢，不敢，老奴人微言轻，只是胡说罢了。启禀陛下，上将军宁若薇正在殿外求见。宁若薇已经到京城了。宣。臣宁若薇拜见陛下。是啊，北境一战能大获全胜，全靠陛下的英明与支持。若薇不敢贪功。宁若薇虽然在北境一战中打破北燕，但大败北燕20万燕军之事，为何没有事先跟朕禀报？随着武帝声音冰冷的询问，整个养心殿内的温度像是降到了冰点一般。启禀陛下，战机稍纵即逝，若不彻底让北燕失去战力，北境之战将很难速决。臣迫不得已，只能先斩后奏。若陛下要降下责罚，臣宁若薇愿意一人承担。宁若云大破北燕敌军，朕连封赏都来不及，又怎么会怪罪你呢？武帝前后态度骤变，这是要先安抚，再拿捏我。这次宁若薇为我五朝立下赫赫战功，不知宁若薇想要什么赏赐？臣身为五朝子民，为五朝为武帝效力，乃是分内之事，不敢祈求什么赏赐。但臣却有一事想要请求武帝。哦，宁若文但说无妨。臣想请武帝收回与秦泽的婚约，还望武帝成全。自聚龙岭大捷后，宁若薇在五朝声势一时无正。即便是武帝，也只能尽量安抚。宁若薇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回陛下的话，若薇并无心上人，只不过秦泽身份尊贵，若薇自知身份低微，故请陛下收回圣命。宁国侯府地位极高，以宁若薇的身份，别说秦泽，配太子都绰绰有余。纵使知道是借口，武帝一时也想不出驳回的理由。将门之女不是任人摆布的深闺女子。罢了，既然秦泽与你无缘，那这门婚事就算了吧。虽说你跟秦泽无缘，
但你也到了要嫁人的年纪了，若是还整天在战场上打打杀杀，也不像话。承蒙陛下垂爱，若心铭记于心。你去忙你的。陛下，臣刚回京城，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喏，臣告退。影龙卫在。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宁若薇的一举一动，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你们需要一字不差的给我记录下来。诺。离开皇宫，宁若薇径直回到宁国侯府，前脚进门，后脚便被父亲宁虎找了过去。见着陛下了。那你跟秦泽的婚约？陛下也答应收回旨意了。你这孩子，秦泽虽然爱玩了一些，但跟传闻中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王爷似乎并不一样。爹，我说了，我将来要嫁之人一定是个盖世英雄。秦泽就算身份再高贵，也不是我心中的英雄。我才刚回京城半天，就听说了不少关于秦泽的故事。不说还好，一提起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们黑甲军在北境浴血奋战，九死一生，还写诗反思战争对百姓带来的伤害，这不是在戳将士们的脊骨吗？黑甲军虽然在劣势下取得留在北境，但同样宁家尚可得一线安的生机。况且我已经答应了陛下，直到我找到如意郎君。京城太危险了，我要去见陛下。虽然武帝现在身体健康，但皇子渐长，继承人之争已避无可避。朝臣已在太子与三皇子之间纷纷选边，谁能成位，无人说得清。爹，北境虽有战事，也比这看似平静，实则暗流冲松的京城更安全。黑甲军在巨龙岭以少胜多，歼灭北燕20万大军，朝堂上声望太盛，陛下不可能放心你我一同回北境。我留在京城，陛下才能安心。武帝以解除婚约为交换，换若薇留在京城，等于为武朝留下了一道平安符。只要宁若薇在京城，即便宁虎手握黑甲军，也绝不会行谋逆之许。我宁家相中武朝多年，若有反叛之心，早就反了。北境将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竟只有无端猜忌。爹，古来多少忠臣都死在自己人手里。有没有谋逆之心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谋反的能力。只要爹在北京不出乱子，陛下就不会将我怎么样。您放心回北京，女儿会注意安全。罢了，你就在京城待着吧。别的没有要提醒你的，你只需记住一点，离秦陵和三皇子远一些。咱们的这位皇上啊，难不成那老家伙就打算这么放过我了？陛下有旨，今夜宫中举办中秋晚宴，秦泽需按时参加晚宴。没了？回殿下，陛下的口谕就这些，没有其他的。父皇没有说要怎么处罚我吗？殿下，您这次着实是玩得过火了。您才因出入风月场所被罚，这次又不顾禁足再犯，老奴就是想替殿下说话，也没法挽回。皇三儿，我已经知道错了。你跟着父皇多年，他那边可曾提过要怎么罚我？朝堂上对殿下的处理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严惩，废去郡王之位，贬为庶人；另一派认为殿下已是武朝文坛大家，不宜罚得太重。哦，秦泽并不意外，真正的决定权从来不在这些人手里，而在武帝。那我父皇的意思呢？陛下没处罚殿下，是因为还没脑清殿下是否真有传闻中的绝世文采。今夜的中秋晚宴对殿下来说将是最严峻的考验，若殿下能在群臣面前通过陛下的考验，陛下即便想严惩，也得顾及您在文坛上的威望。这是李尚书的位子，你怎么？既然是李大人的位子，就跟殿下没什么关系。李大人都没有来找我，应该也碍不着殿下什么事儿吧？哟，秦泽，父皇不是下令将你圈禁在郡王府里了？你难道又违背父皇圣命偷偷溜出来了？原来宁若薇坐在这里，是想拿我当党的旨意前来参加晚宴的，没有违背父皇的命令。哼，身为堂堂皇子，居然公然出入登仙阁那种地方，实在是丢光了我皇族的颜面。我若是你的话，一定羞愧的不敢见人，哪里还会大摇大摆在这里当众出丑？多谢秦林教诲。
臣弟一定牢记于心。你别得意，别以为听过几首破曲子，找别人给你代笔写了几首破诗，就能翻身一变成为五朝文坛大家了。待会儿我一定亲自戳穿你的伪装，让父皇知道你只不过是个不学无术的骗子罢了。是吗？那我就等着了。你的目的达到了，你开心了吗？宁若为没有想到，秦泽竟把这一层看得如此清楚。我在前线带领将士浴血奋战，你在京城纸醉金迷写诗讽刺，我只是一报还一报，你也怪不得我。讽刺？不是，你是不是误会？不用解释，我宁若武将好歹读过几年书，虽然我写不出来，但读还是读得懂的。怪不得宁若愚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原来如此。我已经祈求陛下解除了我们两人的婚约，待会儿陛下就会当众宣布。你既然真的让父皇取消了我们俩的婚约，父皇此婚本是为了制衡太子与三皇子的势力，如今收回旨意，宁若薇必定做出了某种牺牲和妥协。怎么，像殿下这样心高气傲的文坛大家，怎么看得上我这种杀人不眨眼的恶毒女人？我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卿平身。随着武帝的出现，盛大的中秋晚宴终于开始。作为巨龙兵大捷的主角，宁若薇在武帝要求下为众人献上一曲剑舞。身为黑甲军统帅，宁若薇手中的剑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仿若乘风归去，足不掩尘，轻若蛟龙。父皇，这中秋晚宴乃是一大盛事，若是只有武没有文，则一定是一大缺憾。儿臣想请父皇批准吾等以诗比试，若能出千古名诗，今夜的盛宴必将载入史册。哦，听起来好像不错。世人都说我武朝以武立国，都是些只会蛮力的粗鄙武夫。那好，今天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让天下人看看我武朝也有学富五车的大才子。准奏。秦林嘴角掀起一抹得意的笑。秦林看向秦泽，仿佛在宣判秦泽的死刑一样。既然要以诗比试，可有哪位爱卿先来啊？启禀陛下，臣愿意抛砖引玉，为诸位开个头。取纸笔来。是。好，季侍郎不愧是探花出身，一出手便是一首佳作，赏黄金100两，赐南疆进贡的墨报一副。诺，谢陛下赏赐。父皇，儿臣也想试一试。你这即兴作诗可做不得假，你若是写不出来，朕可是要罚你的。你想清楚了？平日里，儿臣就谨遵父皇的教诲，多看书，多习道理。儿臣一定不会给父皇丢人的。武帝请命。好。秦林这是？难道秦林是要？若说季承新将写景做到极致，那么秦林这首词便将情写到动人心肠。一江春水何年尽，万古清光此夜圆。将万古愁思抛入滔滔江水，不负这人间佳期一夜。毫无疑问，随着秦林的诗作出现，整场晚宴的焦点变成了秦林。纵放眼天下文坛，也会有秦林的一席之地。太恐怖了！想不到秦陵竟然还有如此诗才。以前就听说秦陵文武双全，现在看来是名不虚传呐。好，不愧是朕的儿子，没有让朕失望。赏赐秦林南海明珠10颗，珊瑚饰品10件，黄金5000两，再赏古玩字画50件。启禀父皇，儿臣这首诗虽然尚可，但绝算不上今日这里能写的最好的。什么？
秦林的这首诗还不是最好的，难道还有人的水平能超过秦林？不可能，这首诗的水平连探花出身、博学多识的纪侍郎都难以启敌，怎么可能还有人能超越？七弟文坛巨星的大名最近可是传得沸沸扬扬，今天难道七弟不准备露一手？既然秦林点名要臣弟参加，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谁都没有想到，秦泽随意一挥，竟能写出如此惊艳的词作。这一刻，再也没有人敢向秦泽投去讽刺的目光。今夜，他们或许将见证一个轰动天下文坛的巨星现世。转朱阁，低绮雾，照无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生本就有悲欢离合，月儿常有圆缺。虽人生常有遗憾，但即使相隔千里，也能共赏天上的这轮明月。绝句，千古绝句啊！秦泽此作一出，今晚将不会有能超越他的存在了。今晚，怕是往后数百年，也没有人能写出超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人存在了。儿臣祝贺父皇母后中秋安康。好，今日秦泽的这首词作一出，谁还敢说我武朝没有大诗人？朕一直以为你是众皇子中最不用功的一个，想不到今天居然给了朕这么大的惊喜。虽然武帝对秦泽为何在短短1年的时间内，从连字都认不清的纨绔王爷变成了今天名震天下的文坛坛神有所怀疑，但这一切在引领武朝文坛崛起一事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哼，说到底只不过是个会写2句荒唐诗的酸袖子，跟我这样的天命之子还是比不了的。会写诗有什么用？背后没有实力支持，永远也成不了气候。再看我可要收费了。他实在无法将自己想象中那个只会贪玩享乐的纨绔皇子，与眼前这个拥有惊世才的大才子融合在一起。这首词真的是你写出来的？怎么，是不是现在了解到我的内涵，后悔跟我解除婚约了？呸！浪荡之徒！能写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等诗句之人，应当是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公子。可眼前这家伙仿佛就跟地痞无赖一样。殿下，陛下召见。父皇要见我，看着前来通知自己的皇三儿。秦泽心中一怔，陛下正在御书房里等着殿下您呢。秦泽知道武帝这次见秦泽，应该就是要宣布对秦泽的处置决定了。好，那请公公带路吧。陛下就在里面，殿下请进吧。想到自己的性命能否保住，就看接下来与武帝的谈话。儿臣见过父皇。起来吧。方才晚宴上你写出绝世佳作，朕却没给赏赐，你会不会恨朕？儿臣不敢。儿臣知道，近日给父皇添了很多麻烦。父皇没降责罚，儿臣已感激涕零，又怎会对父皇心怀怨恨？你母妃去世早，朕这些年也疏于照顾你。这次你为武朝争了大面子，说吧，想要什么赏赐？父皇宽恕儿臣过错，儿臣已心满意足，不敢再要赏赐。皇子秦泽违抗圣命，出入风月场所，有辱皇家颜面，按理应剥夺郡王身份，贬为庶徒，但念其认错态度较好，封号齐王，封地凉州。即日起前往凉州，
无圣诏不得回京。被封到凉州，便等于提前退出夺嫡，离开京城，也就再无继位可能。朕的安排，你可有异议？父皇圣明，儿臣没有异议。凉州地处西凉，民风彪悍，让你去凉州是为了历练你，希望你能明白朕的苦心。儿臣明白。这几日收拾收拾，准备好了就出发吧。诺。被封到凉州，还是有些出乎预料。清雪见过殿下。不必多礼。殿下今日来此，是要带清雪离开这里吗？不急，我来是有事想告诉你。什么事？我这几天就要离开京城，前往封地，所以来告诉慕容姑娘一声。我随殿下一同离开。随我一起。我的封地可是在凉州，凉州民风剽悍，环境恶劣，比不得你在京城的日子。你还愿意随我去凉州？清雪早已立下誓言，能过三关者就是我的如意郎君。虽然凉州荒芜，但殿下要去，清雪生死相随。那好吧，既然清雪姑娘如此坚定，那就随我一同去吧。不过在去凉州之前，我还有个请求。殿下不必如此，既然清雪已决心跟随殿下，那清雪就是殿下的人了。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殿下您借钱？我只是想找慕容姑娘借点钱，我的全部家当都在徐娘那里了。殿下贵为皇子，难道全部家当只有10万两？我虽是皇子，但这么多年就这么多的积蓄，现在我已经是个穷光蛋了。你会不会后悔要跟我一起离开京城去凉州？这里面一共有15万两银票，是徐妈妈给我的嫁妆，也是我的全部积蓄。既然殿下现在缺钱，那就拿去用吧。你全部积蓄就这样交给我了？从殿下通过3关考验开始，我就已经是殿下的人了。这积蓄交与殿下，有什么不对的呢？这钱就当我暂时借的，等我到了凉州以后，一定想办法还给你。我连人都是殿下的，钱自然也不用殿下还，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殿下除我以外不得再娶任何女人。什么？五朝传统之下，男人3妻4妾极为普通。慕容清雪的要求堪称惊人，只是有些好奇，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你冰雪聪明，从我被封到凉州，应该也看得出我是个不受宠的皇子，能活到哪一天都是说不准的事。所以对于娶几个女人这种事，我压根就没有考虑过。不过既然你愿意放弃京城里的一切跟我离开，我也没有什么不能答应的。我秦泽对天发誓，这辈子除慕容清雪外，不会再娶任何女人。不用发誓，我相信你。你我见面不过寥寥说辞，慕容姑娘为何对我如此相信？因为殿下您的曲子。我的曲子？是的，轻言寡信之人，绝不可能弹奏出那种悲怆孤寂，能触及人灵魂深处的曲子。殿下也绝非是在人前表现的那样纨绔荒唐之人。哈哈哈，慕容姑娘用曲子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还真是少见。难道你就不怕我是故作高深，以此来接近你吗？不怕。一个人说的话可以是假的，但是他弹的曲子却做不了假。而且殿下也是皇子中唯一一位为了清雪敢亲至登仙阁的，比起其他人，总是值得让清雪相信的。难不成还有其他皇子也？秦陵、4皇子、6皇子、12皇子都给清雪写过信，希望清雪能上他们的府上一见。我还真以为这些家伙在乎皇家颜面呢，没想到私底下竟然都……所以我说，殿下少是个光明磊落之人，没有什么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跟我的这些兄弟们比起来，我还真是光明磊落了。这些信能否借我一用？殿下要这些干什么？有用处。
殿下需要那就拿去吧，反正放在我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哦，对了，既然你我两人已经决定在一起了，那以后就别殿下殿下的称呼我了，听着感觉很别扭。不叫殿下，那我应该叫什么？就叫老公吧。我只听说过相公，老公不是宫里对太监的。那你以后就叫相公吧，反正我也娶不了其他女人了，估计没机会听别人叫我相公了。等我将府中的事情处理完，到时候你就随我一同出发去凉州吧。反正老子都要离开这地方了，就找你们几位赞助一点路费吧。四皇子秦城与秦陵乃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受秦陵照顾，册封时并无突出成就的秦城也得了亲王爵位。殿下，秦泽求见。秦泽，这秦泽已经被父皇发配到了凉州，为什么会突然登门找我？秦泽现在人在何处？秦泽现在正在会客厅。带他去书房，让他稍等我片刻。是，殿下。要是喜欢，就拿去玩吧。四哥真是注重养生，这么早就准备休息了，难不成是有什么家人在等着四哥？这几天感染了风寒，身体不适，所以歇息的早了些。听闻父皇已经封你为齐王，并且将你封到了凉州，真是可喜可贺啊！父皇将你的封地选在了凉州，看来是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能好好治理。州鸟不拉屎不说，跟京城更是相距上千里路，七弟我实在是身无分文，怕是在去凉州的路上就要饿死。你要多少？不多，也就100万两。哦，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既然你我兄弟一场，四哥怎么也不能看着你这么落魄。100两？怎么，秦泽你不会嫌少了吧？你要是看不上的话，这100两可都没有了。四哥，虽然我们二人关系不算亲近，但好歹也是兄弟，你做事用不着如此绝情吧？还真以为会四哥结了下的心，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听到秦泽的话，他知道，如果这信传出去，他这亲王的位子绝对保不住。七弟且慢，有话慢慢说。解决这件事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不过找人办事儿肯定少不了花费。四哥你说吧，要多少？5000两。好，我马上让管家给你拿5万两。什么？你这是狮子大开口，你这是敲诈勒索！贵为亲王，还是第一次有人敢敲秦城的主教，5万两很多吗？要是四哥觉得我是在敲诈勒索，那这件事就算了吧，反正也只是谣传而已，相信父皇也不会相信的。等等，半炷香后，秦泽揣着5张1万两的银票，高高兴兴地走出了怡亲王府。望着手中剩下的几封信，秦泽仿佛看到无数白花花的银子正在朝他招手。只不过秦泽并不知道，在他离开怡谦王府后，怡谦王秦城便火速朝着东宫赶去。哥，不好了，出事了！秦泽他……秦泽，他不是已经被父皇贬去凉州了吗？还能翻出什么浪来？秦泽，秦泽就是被父皇贬去了凉州，所以他狗急跳墙了。秦城将秦泽拿他写给子婴的信上门敲诈的经过原本说了出来。你说什么？秦泽手里有你写给子嫣的信。秦泽曾在子嫣择婿之日大出风头，想必那信是他从子嫣那里得到的。我的信就算被曝光，大不了被父皇责骂一顿，但是大哥你，秦林贵为太子，若给花魁写信之事传开，不论内容如何，邱林还曾在父皇面前强烈求严惩秦来大麻烦，甚至出入雪月场所。若信件传扬开来，后果他几乎不敢想。你把钱给那个废物了？给了，那个家伙已经被父皇贬出京城，现在无所顾忌，我怕他狗急跳墙把信散播出去，所以给了他5万两。那信呢？他把信还给你了？没有，他说信还在他府上，明天一早就会派人送还给我。12皇子成郡王府外，12弟啊，你还年轻，经受不住美色的诱惑很正常，不是什么大事。而且你这知错就改的态度很好，可以原谅。相较于秦城刚满15岁的秦理身家并不丰厚，3万两几乎是秦理的全部身家。皇兄，钱已经给你了，那信放心，皇兄我既然是做生意，信誉那肯定是有的。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把信亲自送到12弟府上。不过为兄还是有一句话要告诫12弟，12弟你还年轻，不能沉溺于美色，这些事儿还是让为兄来吧。就在秦泽距离自己郡王府只有2条街时，忽然一阵冷风吹过，
再不出手，就没人给你买酒喝了。好，既然你要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这剑看起来怎么如此熟悉？你是剑痴李飞叶？哈哈哈哈哈！我退隐10年了，想不到居然还有人认识我。不过你们这些森罗庭的老鼠，看着就让人厌烦。夜叉明白，自己根本不是对手。10年前，无量山一战，10年过去，夜叉仍被李飞叶的威压震慑。今夜之事是个误会，还请李飞叶不要见怪。误会？你刚才不还要饶我一命吗？现在怎么又变成误会了？手中有剑，心中无剑，练的是招式；手中有剑，心中有剑，练的是人剑合一。手中无剑，心中有剑，这是至高之境。到了这一境界，虽手中无剑，但万物皆可为剑，飞花摘叶亦可取敌人性命。好一个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我7岁开始练剑，穷极一生都在追求剑道，想不到对剑道的领悟竟然不如秦泽。以秦泽的根骨和剑道天赋，只需10年，你的成就不会在我之下。一个人的剑术再高又如何？李飞叶已经站在当今剑道巅峰，可你真的能敌10万人？自然不能。以我如今的剑术，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不难，可如果面对训练有素的将士，以一当千便是我极限。我也练剑，但练的并非凡人之剑，而是天子之剑。天子之剑？正是。天子之剑，以燕西10城为锋，其垓为锷，包以4夷，国以40，绕以渤海，带以长山，治以5行，论影行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按之无下，运之无旁，上绝浮云，下绝地际。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凡人之剑杀人，天子之剑可救天下万民。天子之剑，不对，秦泽又在骗我。你这小子坏得很，这是想让我继续保护你。这种你情我愿的事儿，怎么能叫骗呢？哼，想跟我斗，你还年轻着呢。当初我上了你的当，答应替你出手3次，现在约定已经解除，我也自由了。不过，就算你真有练天子之剑的志向，也要让我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如果你能从凉州顺利回到京城，到时候再谈让我做你护卫之事吧。李先生不跟我一起去凉州吗？凉州那鸟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好待的？我才不去。而且现在你已经有人保护了，不缺我这么个糟老头了。有人保护？小兄弟，你我后会有期。有人保护？谁能保护我呀？你好歹给我说清楚啊！有人对殿下出手了。殿下他身边有高人保护。哦，是谁？是谁？李飞叶。什么？你说的是在江湖上消失了10多年的剑痴李飞叶？回公主，是传闻中的剑痴李飞叶。那人仅仅用气势就将森罗庭的人给吓走了，除了李飞叶，没有几人能够做到。森罗庭对殿下出手的人是森罗庭的人？没错，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应该是森罗庭内排名第3的夜叉太子的人。传我的命令，命移花宫所有弟子全力追杀森罗庭的杀手，让他们知道有些人不是他们可以招惹的。公主，秦泽不日就要离开京城，前往凉州，你决定了要跟殿下一起走？他要去凉州，我就随他一起去凉州。徐娘明面上的身份是登仙阁的老板，暗中的身份实际上是江湖第一宗门移花宫的大长老徐娇，而明面上是登仙阁头牌花梅的紫嫣，实际却是移花宫的公主。那这登仙阁继续开着吧，这里平日有不少朝朝大员前来玩乐，是我们收集情报的绝佳场所。而且这登仙阁已经经营了这么多年，若是随意的放弃了，说不定还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这次去凉州，
我只带小月与星儿两人一同前往。我不在的时间里，移花宫的大小事务就由你来决断，属下遵命。什么？你说叶煞居然没得手？大哥，是秦泽的身边有高手保护，所以叶煞才无功而返。高手？秦泽不过一个不受宠的皇子，他能找到什么高手？据叶刹所说，保护秦泽的是江湖上的顶级剑客李飞叶。李飞叶，这名字好像有些耳熟。等等，是那个10年前就在江湖上消失的剑痴李飞叶。这个废物为什么总是要跟我作对？我要娶宁若薇，父皇却把宁若薇许配给了他。我想在中秋晚宴上出个风头，结果又被他给抢了去。现在他的手里还握着我的把柄，这个废物，我要杀了他！你们都快起来，快起来！这些都是你们应得的，拿着这些钱回去好好的过日子吧。我去登仙阁的消息是你泄露出去的吧？不是我，不是我，还请殿下明察。你跟在我身边已经有7、8年了吧？我也不想那个人是你，只不过我已经让人在你房间里找到了那些东西，所以，请殿下饶命，奴才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本来奴才也想过向殿下说出实情。他们是谁？虽然当初夜游登仙阁从小盒子半途消失时，秦泽就已经基本确定自己身边的那间就是小盒子，只不过秦泽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现在被秦泽3言2句一炸，心理素质不佳的小盒子就自己露出了破绽。是相国大人。是相国大人，周青山。那夜紫烟择婿你半途枭首去的也是相国大人那里。是。相国大人交代给你的任务是什么？监视殿下，将殿下平日里做了什么，去了哪些地方，全部汇报给他。平日里对你还不够好。不，殿下对我恩重如山，是奴才如果有来世的话，奴才一定为殿下当牛做马，偿还殿下的恩情。望着躺在地上生命气息逐渐消失的小盒子，秦泽目光冰冷。他终于明白，他这个看似潇洒的闲散王爷，身边潜藏的威胁远比他想象的要多。殿下，小盒子他已经死了。陛下派我来问您，您准备何时启程？既然父皇想要我早点出发，那就明日吧。明日一早我就启程前往凉州。那老奴回去禀告陛下了。皇三儿请吧。启禀陛下，小盒子已经自行了断了。秦泽说明日一早就启程。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诺。殿下为何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你怎么来了？我是殿下的人，殿下在哪里，我自然就应该在哪里。殿下是有什么烦心事？烦心事，算是吧。如果殿下愿意的话，可以把烦心事说出来，说不定说出来以后心情就好了。算了吧，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想要开心，还是得吃一顿。今天算你走运，我带你去吃点你从来没有吃过的好东西。什么？跟我来你就知道了。望着突然恢复心情的秦泽，慕容清雪一脸的疑惑，看着自己的手被秦泽牵住，慕容清雪忽然心头一颤。要知道，一心只想着带慕容清雪，这是最见识什么叫好吃的秦泽，一路却并没有发现。终于弄好了半个时辰，这不都是生的吗？放心，绝对是你没有吃过的人间美味。秦泽夹起一块羊肉，想要试试熟没熟。你个臭小子！李飞叶，你这是想好了要跟我一起去凉州了？哼，怎么？我要是不跟你一起去凉州，是不是这顿饭就没有我的份儿了？那倒不是。我这就给李飞叶拿副碗筷。早就听闻移花宫京主貌若天仙，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久往李飞叶大名，清雪见过李飞叶。你接近秦泽到底有什么目的？清雪仰慕秦公子的才华，所以想要嫁给秦公子，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哼，你我都是聪明人，这样的话就不用拿出来骗我了。堂堂江湖第一大宗门移花宫的公主，会嫁给一个无权无势的闲散皇子？若非欣赏秦泽，任何约定都约束不了一夜连杀72人的李飞叶。
我看不看得上秦公子，不是李飞叶说的算的。况且就连秦公子都没有拒绝我，李飞叶为何要阻拦？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如果让他知道名震京城的登仙阁花魁慕容清雪，竟然是江湖第一大势力移花宫的公主，你觉得他还会留你在身边吗？李飞叶，你与我移花宫无冤无仇，为何要阻碍我移花宫的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想不到你这般年纪就有如此恐怖的实力，移花宫不愧是江湖第一大宗门。我移花宫接近秦公子，确实是有目的，但我可以向李飞叶保证，绝不伤害秦公子一丝一毫。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让我发现慕容清雪违背了誓言，做了什么伤害那小家伙的事儿，到时候就不要怪老头子我跟移花宫不死不休了。清雪却叫般之事，李飞叶到底看上了秦公子什么地方，竟然值得李飞叶如此在意？他是个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人。改变这个世界，哪怕是当今武帝，也配不上说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他有如此本事。有没有这个本事，到时候自然会知道。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呢？这么高兴，能不能跟我说说？没什么，就是突然想起了一些高兴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行了，既然人都齐了，那就开动吧。唉，要不是凉州那地方，我实在不愿去，不然就凭你小子的这手厨艺，我怎么也要跟你一起。这算什么？我会做的好吃的还多着呢。等到了凉州，有时间我慢慢做给你吃。好了，饭也吃了，酒也喝了，不打扰你们两个了。我考虑考虑，陪你一起住天子之境。秦泽，要不我们休息吧？那个，明日就要启程前往凉州，一路上舟车劳顿，今晚还是不宜草草，早点休息吧。哦，难道秦泽心里一直住着其他女人，所以秦泽才会对我没有兴趣？对，一定是，不然秦泽绝弹奏不出那么悲伤孤寂的曲子。不行，我慕容清雪长这么大就没有输给过任何人，我一定要把秦泽拿下。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七弟，买些草的嘞，是我三哥。小心。见过三哥。哎，你我兄弟不需要在意这些繁文缛节，何况你现在已经名震五朝文坛，中秋晚宴上的那篇千古炸作更是已经传到了北燕，都是虚名罢了，算不得什么。三哥特意来这里，想必不是为了说这个吧？呵呵，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三哥听说你今天就要启程前往凉州，所以特意来送你一程。当然，三哥也的确有其他事想要找你商议。虽然这些年你一直置身事外，但宫中之事你也应该略知一二。你是个聪明人，所以我希望你站在我这边。我可以保证3年之内一定让父皇召你回京。凉州天高皇帝远，但终究是荒亡之地。三哥现在拉拢我，不过是因为我如今在天下读书人中有影响力。三哥是说我以后还有回来的机会。当然，谁不知道你现在代表着我五朝文坛的希望，是天下读书人敬仰的对象。父皇让你去凉州，也只是象征性的惩罚你罢了。这我在凉州想要帮三哥也帮不上什么忙，还是等父皇召我回来以后再说吧。秦泽，三哥放心，我在凉州既然帮不了三哥的忙，自然也不会帮秦林的忙。既然你无心参与这些，那我也就不勉强你了。凉州路远，早点出发吧。三哥保重。站住！眼前这名黑甲少年是谁？请问你是？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应该如此羞辱我姐姐。我可不管你是王爷还是大才子，欺负了我姐姐，我定要给你一个教训。姬武住手！不得对秦泽无礼。可是姐，他……你若再无礼，我就告诉爹爹，爹爹要罚你，我可不拦。季武，季武自小长在军中，不懂规矩，还望殿下勿怪。无妨，小孩子而已。我听说宁老将军只有一女，不知他……季武不是我的亲弟弟，他父亲是我父亲战友，10多年前任务中牺牲，我父亲便收养了廖云。此事未曾对外公开，所以知晓之人不多。怪不得廖云说你欺负了姐姐，要替姐姐报仇。可我哪有欺负过你？那首诗我早解释过，并非针对巨龙岭一战。宁若依护国有功，我从无轻视。原来如此。说到底，她也只是刚成年的姑娘。宁若薇，紫嫣之事，我不知该如何解释，但我还是那句话，你保家卫国，是我敬佩之人。
我绝无半分冒犯之意。秦将军，眼下当务之急是边关战事，殿下不必解释。我来，一是怕您击舞冲动，二是想送殿下一件礼物。这是何物？这是宁家的黑甲令，持此令牌，可得当地武将职权之内的帮助。殿下前往凉州路途遥远，说不定路上便有用得上他的地方。姐，这黑甲令不能给他，他若做坏事，岂不坏了宁家名声？多谢宁若薇好意，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时候不早了，不耽搁殿下启程，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姐，那家伙宁愿娶风尘女子，也不愿娶你，你居然还……廖云，子音虽出身风尘，却不代表他就是坏人。那些地方的人多半家境贫寒，为求生计才流落风月场所。任何地方都有好人坏人，不会因山势职业就有分别。你年纪还小，也不该凭刻板印象看所有人。可你对他也太好了。宁家的黑甲令到现在也只送出3枚，那个家伙有什么能耐能拥有咱们宁家的黑甲令？秦泽如今已声名在外，是武朝读书人心中仰慕的才子。如今被发配凉州只是暂时，待他再回京城，便是一鸣惊人之时。那时宁家再想与他攀上关系就不容了。我知道了，这叫雪中送炭胜过锦上什么花来着？锦上添花。对，锦上添花。知道了，姐姐真聪明，我要有你一半聪明，爹爹就不会天天揍我了。现在你知道我为何要把黑甲令送给他了吗？这孩子还是太单纯了，单纯点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你这么一直盯着我看，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解释的吗？解释？解释什么？我知道三皇子特意送你是为了拉拢你，但是宁若英她为何要在这里等你，而且还将代表着宁家的黑甲令送给了你？宁若薇，他来是怕他弟弟做出什么鲁莽的举动。至于这个黑甲令，不就块铁牌子吗？还能有什么大用不成？如果你认为这黑甲令只是一块铁牌，那就大错特错了。武朝的武将有大半都与宁家有关，或是宁老将军的部下，或是受过宁家的照顾。如此情况下，这块能代表宁家的令牌的分量，就远超相公你的想象，是仅有的最后一块。可以说，手持宁家的黑甲令，在武朝的任何地方都能得到军方的照顾。所以相公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你跟宁若薇的事情吗？那个，我真不知道宁若玉为什么要把这块黑甲令送给我。要是我知道这块黑甲令这么贵重的话，说什么我也不会收的。这些事情我都不曾知晓。娘子，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在登仙阁里待了那么久，这些事情自然是在登仙阁里听来的。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小月和星儿，他们也都知晓。小姐说的没错，这些我们也都听说过呢。看来我还真是个纨绔王爷，连这些都没有听说过。本王以前是京城第一纨绔。不是，殿下您现在已经是名震天下的大才子了，怎么可能是纨绔？而且我们小姐说了，说殿下如果是真纨绔的话，绝演奏不出二泉映月那样的曲子。反正我们小姐可喜欢了。你这妮子，我什么时候说过可喜欢？找打！好了，你们别闹了，这赶路很无聊，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听吧。故事？什么故事？给你们讲个霸道总裁爱上我。总裁是什么？总裁就是……算了，不讲总裁了，换一个霸道王爷爱上我。影响就只带了紫嫣和2个随身丫鬟。什么？只带了3个女人？从京城去凉州有上千里路，一路上就算没有遇到什么劫匪，说不准也会遇上什么野狼猛虎，居然只带了3个女人就敢去凉州，真是不知死活。不过计划还是照常执行，让夜叉带领森罗亭的所有高手一起出动，到时候把那叫紫嫣的带回来。我倒要看看这登仙阁的头牌到底有什么魅力，居然能让那废物如此着迷。诺，大哥，今早三哥好像替秦泽送行，似乎是有要拉拢秦泽的意思。老三，那个废物接受三刚的拉拢了。三哥送走秦泽后，并没有向父皇替秦泽求情，看样子是没有将秦泽收入麾下。就算秦泽支持老三又如何？一个只会写2句荒土诗的酸秀才能成什么气候？我交代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要忘记了。臣弟知道，臣弟一定会把那封信件拿回来。笨蛋，我说的是紫嫣，说的是紫嫣。信的事儿还用我特意交代，真是蠢货！记得等那个废物走远一些再动手，不要太着急了。诺。虽说赶路无聊，但有了秦泽的故事，一行人并未感到枯燥。连一开始还放不下架子的慕容清雪，也在连续几天后彻底沉迷进故事里。那个女2号怎么那么坏？
王爷跟女主角真心相爱，为什么要想方设法的拆散他们？就是这个王爷也是笨，女二号那么坏，为什么他就看不穿呢？就是。在三女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中，7天的时间眨眼便过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连续讲了1个时辰的故事，饶是秦泽也有些顶不住。殿下，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讲到关键的地方就不说了？对啊，那王爷到底有没有发现他要娶的新娘是女二号假冒的？求你告诉我好不好？经过7天相处，就连一开始怀疑秦泽的小月也被秦泽征服。在秦泽要求下，小月与星儿都不再用敬称称呼秦泽。不行，咱们已经说好了，1天只能讲1个时辰的故事，就算你们求我也没有用。见秦泽这条路走不通，两女连忙看向慕容清雪。殿下已经累了，你们就别再烦殿下了。听到慕容清雪都站在了秦泽一边，两女只得强忍住心中的好奇。殿下，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凉州？京城距离凉州1200里路，按照我们目前的速度，大概还需要大半个月的时间吧。马车行驶并不快，日行50里到100多里。若遇雨天道路难行，秦泽便给出了这样的估计。只希望能平安顺利的抵达凉州吧。虽然已经离开了，他知道秦林上次派来的人没有得手，这次一定还会继续派人前来。如果等他到了凉州，再想下手就会有难度。阴云，殿下，前方有一处客栈，天色已晚，要不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歇脚。听到车夫的话，秦泽掀开一旁车帘，看着远处天边已经渐渐泛起晚霞，就在这里休息吧。相公，这几天天寒气湿，一直睡在地上不好，要不今夜殿下上床来睡？不用了，我都已经睡习惯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不知道秦泽的心里到底埋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让秦泽如此念念不忘？难道是宁若薇？要是秦泽跟宁若薇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宁若薇为何会将宁家的黑甲令送给秦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难道也是秦泽写给宁若薇的？人吗？有，目标跟紫嫣同在一间房。好，2个人在同一间房，这下省得麻烦了。老大，这小子身边可是李飞叶保护的，不可掉以轻心。区区个森罗庭叶能算得了什么？再厉害难不是我们9人联手之敌。深夜丑时，一行酒出现在云来客栈前，早已进入梦乡的慕容清雪瞬间睁开了眼。你们保护好殿下。你是什么人？修罗察觉不到慕容清雪半分气息。看来上次给你们的警告还不够，这次还敢对我移花宫的人动手。森罗庭各处办事处曾遭移花宫袭击，损失惨重。你是移花宫公主慕容清雪？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你们还不滚？我们森罗庭与移花宫井水不犯河水，况且我们这次的目标是秦泽，与你移花宫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劝慕容清雪还是让开，不要阻挡我等执行任务。秦泽是我移花宫的人，你说跟我移花宫有没有关系？慕容清雪不要说笑了，江湖上所有人都知晓移花宫从来不收男弟子，秦泽又怎么会是你移花宫的人？是不是我移花宫的人，轮不到你说了算。再不离开的话，就不要怪我没有警告过你了。早就听闻移花宫的慕容清雪武学天赋极高，6岁入伍，闭关10年，一跃成为江湖顶尖高手。今日一见，我修罗怎么说也要向慕容清雪讨教几招。不知死活！好快！都别看戏了，一起动手！是老大。此女实力恐怖，直接施展阵法绞杀，千万不要给她反击的机会。哼，不过是些见不得光的老鼠罢了，有什么本事使出来让我看看。上！大约一炷香的时间过去，森罗庭联合绞杀之术，将慕容清雪渐渐逼入下风。想不到森罗庭的绞杀之术居然有如此威力，的确。自从我森罗庭的绞杀之术创立以来，你是第一个能在里面坚持一炷香时间的人。只不过可惜了你这江湖第一美人。可惜什么？可惜你就要死了。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你们这些臭老鼠，
也真不害臊。等不死！桃花影落飞神剑，一剑光寒19州。剑痴李飞叶，看来上次不应该放走你。李飞叶，今晚之事与你无关，我希望你不要插手此事。我身后的雇主不是你可以招惹得起的。在他进入凉州地界之前，我会一直护送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所以，你们还是退下吧。李飞叶的声音虽轻，话却极为霸道。上！好，既然你们两人非要找死，那就先解决你们。让我看看你们森罗亭名震江湖的绞杀之术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不要留手了，全力出手，将他拿下！前辈小心，他们使用增强实力的秘术了。不过是些歪门邪道罢了，算不上什么。李飞叶虽嘴上轻视，眼神却已凌厉起来。出手！剑意，这股恐怖的力量，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剑意？不好，这个老东西有古怪。这次任务放弃，快撤！走？哪里走？老五，不要管，走！再留下几条命吧！多谢前辈出手相助。不用，我是受那小子所托，所以才会出手护他，不用谢我什么。不管怎样，清雪还是谢过前辈了。清雪有个疑问，前辈是已经领悟出剑意了？勉强入了门，并不算真正领悟。那小子，难道李飞叶领悟剑意与秦泽有关？殿下没事吧？没，我与星儿一直守在这里，殿下很安全。那就好，你们回去休息吧。我要这群废物有什么用？连区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秦泽都解决不了，我看这森罗亭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根据森罗亭的消息，他们本来都已经要得手了，但被半路杀出来的李飞叶搅了局。住口！要不是李飞叶突然出现，他们这次一定能完成任务。李飞叶又是李飞叶，上次就是他。怎么？难道一个李飞叶就无人可以对付了吗？秦林一派再厉害，不过是一武夫，否则即便他在秦泽身边，也成不了什么事了。道则只是将秦泽手里的秦麟银的拔回来。拿回来？怎么拿回来？森罗亭出手都损失惨重，还有谁能替我把信拿回来？其实我觉得秦泽并非想用那封信威胁秦麟，说不定只是当做护身符。如果强取不得，不如派人与秦泽沟通。不可，若我未派森罗亭之人，或许还有沟通的机会。如今我接连派森罗亭对他下手，以秦泽的性格，绝派只要信在手，对他手就不敢与他鱼死网破。秦麟，若让秦泽主动来找我们，是否可以解决此事？主动找我们？武威郡郡守赵望，周青山门生。秦泽封地是凉州，而武威郡的郡守是我的门生。只要他在凉州过得不顺意，他就会主动来找我。不错，只要将他逼到绝境，他只能选择跟我们做交易。这件事就交给周青山去办。秦麟，请放心，这事儿我即刻去办，不出1个月，定让秦泽把那封信交出来。好，东宫正缺士卒，子弘尚无官职，就让他去顶。多谢秦麟，臣替犬子谢恩。周青山不必多礼，往后还多仰仗，臣愿效犬马之劳。天下要冲，国家藩位，五粮精华，河西都会。今天已经到了闭城的时间，剩下的等明天再入城吧。
谁让你关城门的？